通知黑风洞武装，将包括真妹子在内的所有头目，集中在我们保卫部指定的地点进行学习、教育和甄别。在此期间，黑风洞武装由你代为管理。孙岩同志，在。你明白组织上的意图吗？我基本上服从。基本上服从。你是还有什么话要说吧？是的，夏部长。林峰同志专门从前线让人转告我，真妹子因其苦大仇深，性格偏激，容易走极端，而黑风洞武装良莠不齐，成分复杂。因此，我们对于这样一支队伍的改造和甄别，一定要十分的耐心。所以，我认为，对于我们今天的这个决定，是不是应该向林峰同志请示一下？没这个必要。我们保卫部有这个权限和职责。再说了，林峰同志忙于前线反围剿的作战指挥，哪里还有多余的精力啊？执行吧。是。常所，这些日子咱们净忙着队伍整编的事儿，你有没有留意其他当家的都干嘛呢？哎，还能他娘干什么？等着整编呗，连军装都不发。瞧你这觉悟！慢点，慢点。哎，不过话说回来，连我对他们都不踏实，你这个拜把子当家的能对他们踏实得了啊？要说这想法和怪话呀，还真他娘有。你不说这个，不说这个，说那个姓宋的。嘿，就那小子，摇身一变成我上司了，成了红军的什么正指导员，反正是大官吧。弟兄们不服气了，哎，弟兄们加入红军，不就是想谋个一官半职的，有错吗？要什么整编，就要把黑风洞的兄弟给打散了伙。弟兄们可是拜过把子的，风风雨雨，生生死死，这么多年，说散伙就散伙，反正我不服。常所，我们现在是红军的人，咱们可不能跟原来一样。要说这个宋元，因为磐石堡的夙愿，在咱们身上动手脚，我可不相信。你告诉那些弟兄们也不用担心，道理很简单，他宋元要是那样的人，他能当上红军吗？大道理我不懂，可我知道，那个姓宋的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他是磐石堡的座上宾，哎，还跟你那个结义姐妹是不清不白的。得，算我没说啊。一说你这个结义姐妹就不开心，得，我不说。这。军长，喝口水吧。好。军长，您好像对那个真妹子挺关心的，前方作战那么紧张，还要往后方赶。他常常让我想起柳双儿。可那天我听见他对柳双儿好像有个怨恨。他对柳双儿的怨恨是出于误解，是暂时的。你没看到吗？这妹子一定会像柳双儿一样，成为一名出色的红军战士。军长，爱屋及乌，我明白。好，走。这。常所，有件事儿啊，我得跟你说好了。我们现在是投奔红军，可不是被保安团招安。你告诉你那些弟兄们，也包括你在内，升官发财的事情连想都不用想。
你说的这些倒轻巧，可是弟兄们刀尖舔血的造反了一场，要是没了盼头，不让弟兄们失望。这红军人家军队当中可是有思想，人家是讲道理的，以后弟兄们会明白的。道理，道理，谁讲道理？就那姓宋的那臭小子，他跟我讲道理。一个土匪家的座上宾，我呸！我参加红军前就说好了，我是给弟兄们找靠山、找依靠，让弟兄踏踏实实过上好日子。到这儿来说让我们散伙，我可不干。你要是早知道这一点，弟兄们会来吗？你会来吗？那就是欺骗，是胁迫。红军不江湖。我觉得这对他们好。啥意思啊？你想想看，咱们的穷苦兄弟苦大仇深，呼啸为匪，要么变坏，成为反动军队的帮凶，反过来欺负咱们穷人；要么被消灭，成为上清江被冤死的鬼魂，永远得不到超脱。只有投靠红军，才是他们最好的出路，也只有红军才能真正的改造这支队伍，做到我真妹子做不到的。你要带头服，因为你是大当家的，更因为你是我丈夫。夫人，我服可以，可我怕兄弟们没那耐性，等不到那光景。哎，我说你呀，跟我兜了半天圈子，你一定是察觉到什么了吧？哎，夫人说到哪儿去了？别瞒着我说。哎呀，我能有什么事儿啊？大当家，夫人出事儿了！什么事儿？说。咱们的人和那个宋指导打起来了。你们为什么要扣押宋岩？不扣押他，难道让他调兵来，把嫂夫人你和各位当家的都带走吗？老五，你小子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老大，你可都看见了，这事情还没弄清楚，嫂夫人就动了枪。你的结拜弟兄命就那么贱，都快被冤死了，还他娘的不能反抗吗？贵人有大胆，敢拿枪对着夫人，有种从这儿来，冲老子开枪！开枪！开枪啊！哎，兄弟，老五，老五，老五不能，老五，老五，把枪放下，老五，放下枪！老大，夫人，各位兄弟，现在情况这么紧急，黑风洞面临着存亡，情况还没有弄明白，难道自己就内讧吗？二哥这话说得好，现在情况紧急，已经危及到黑风洞的存亡。好，那就请二哥把黑风洞存亡的危机亲口讲给老大和嫂夫人听吧。夫人，老大，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：临近傍晚的时候，宋岩带着2个红军卫兵来到了咱们的驻地。迅速找回遮妹子和你们大当家的，我要宣布苏区保卫部的一个决定。老二，你这个秀才，可别忘了描述描述，姓宋那小子当时是个啥态度？他当时的态度很严肃，也很生硬，好像要出什么大事儿。当时就引起了兄弟们的怀疑。宋岩禁不住兄弟们再三追问，说出了苏区保卫部的处理决定。保卫部决定，包括真妹子在内的所有当家的暂时脱离队伍，
集中在由保卫部指定的地点学习教育和甄别。什么？让弟兄们交出兵权？场所，听他把话说完。老大，还不止于此啊！你别忘了，现在红军是个啥形势？正在整肃清除异端分子啊！老大，夫人，还没看明白吗？他们这是明摆着要把我们当成异端分子。要是夺了我们的兵权，集中起来，哼，那我们还不知道往后还发生什么呢。你们都莫吵，听我慢慢往下说。俺们犯了你们哪条规矩？要集中起来对待。告诉你，姓冯，休想让俺们这些当家的离开队伍，离开运动的兄弟。姓宋的，你们这些人搞的这一套，给缴了我们的枪，夺了我们的兵权，又有什么两样？把我们集中起来，关在你们指定的地方，那我们岂不成了你们眼中的异端分子？你们，我不跟你们争。赶快找回甄妹子和甄百店，向他传达执行保卫部的决定。执行个屁！就是大当家的和嫂夫人回来，也不会执行你这狗屁决定。我警告你们，要对自己的语言和行为负责。保卫部的决定不是儿戏，红军的纪律更不会让你们为所欲为。我们走。新东子，你走不了。你们要干什么？把枪放下！放下！哎，老五，算了，使不得呀！二哥，你难道还看不出来吗？他这是要回翻兵，强令我们就范，把我们当异端分子给收拾了。使不得，把枪放下！不许放下！弟兄们，抢他们的枪，扣下他们！要造反！我们兄弟几个怒气难耐，据理力争，总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调来兵，把几位当家的都带走吧？一怒之下，要了他们的枪，扣了他们。事已至此，老大，曹夫人，如果你想发落我们兄弟，就请动手吧。你们这是故意捣乱，逼着黑风洞和红军翻脸。夫人，事已至此，后事深浅莫测，先不要难为自己的兄弟，先解决眼前的危机要紧啊！夫人，红区这么对待我们兄弟，当初你也没有想到吧？带我去见宋衍。走。快点，跑不了，快点！宋衍，请你把保卫部的决定再亲口跟我说一遍。现在不是向你传达什么保卫部决定的时候，现在是你必须告诉我，你将怎么处理这起恶性事件。宋先生，你这样的态度让夫人很为难呐。五爷，大批红军部队已经朝到咱们的驻地来了。姓冯的后面果然有密道。这小子来得正好，我们就差这把火了。传令弟兄们，就说大当家的有令，只要红军的部队包围了我们的驻地，给我全力反击。是。老三老五，我觉得咱们同红军这样硬打硬拼，会吃亏的。四哥错了，咱们同红军交火，反而好脱身。我老五早就摸透他们的路数了。红军的主力全在外线作战，保卫部的内保局除了个执法队，没有几个兵。老四啊，就得听老五的，再犹豫不得啊！一旦让夫人同红军达成了谅解，平息了事态，嘿，你看好吧，先吃军法了，肯定是俺们兄弟三人啊！三哥、四哥，你们
亲自去指挥部队。老大那边，保我盯着。哎，老五，我跟老四要走了，万一夫人要发难，那你不得吃亏啊？我看未必。你看刚才老大那态度，还有二哥，因为害怕宋岩的报复，已经倒向了咱哥几个这边。三哥四哥，快去吧。哎，放心吧。我会负所有的责任，接受一切处罚。真妹子同志，苏区正在整肃，消除异端分子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你不是不清楚多么严峻呐！我更是向你和你的部队提醒过多次，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你竟然约束不了你的部下，甚至是纵容他们的猖狂。说的不客气些，这样的事件是哗变，等同反叛，这样的责任你承担得起吗？放屁！那些狗屁道理我不懂，我只想问你，你是不是把我们当成叛匪了？松岩，你在这里说多了，只会让事情更加复杂。我现在就陪你去保卫部。不行。长所，你控制好部队，绝对不能在事态再扩大化。我去就来。我怕你去了就回不来了。回不来也得去。老大，老大，曹夫人，保卫队的执法队已经到了村口，马上就会包围咱们。告诉兄弟们，千万不要开枪。人都快到了，弟兄们要是自卫的话，谁的命令我都执行不了。我说姓宋的，你果然留了条后手。你胡说！真妹子，一定是保卫部的人知道你们扣押了我，才派人来的。嫂夫人要是愿意留下来接受处罚的话，尽管留下。老大若是舍不得夫人，也可以留下。但余下的弟兄绝对不会束手待毙。放你的狗屁！你再胡说，我毙了你！夫人，现在的事态已经不是你接受处罚就能平息得了的了。现在已经威胁到我们黑风洞几百条兄弟的性命，我不得不亲自下命令。老五，在，集合队伍，往外给我突！谁敢来，给他来个鱼死网破！是。秦长所，这是兵变，与红军为敌。来人！把这红军当官的给我当人质带走！谁敢？长所，你控制好弟兄们，我马上到。老大，还是听嫂夫人的，这儿有嫂夫人处理。走。宋岩，你跟我第一次谈话就让我很反感。也许是因为磐石堡黑风洞的夙愿，也许是因为柳双儿，你对我们不待见，甚至刁难。对不起，真妹子，请你原谅我在工作中感情用事，没有把握好政策。但是我要提醒你，地方有人利用我的工作上的失误，破坏黑风洞的穷苦兄弟投向红军，投身革命。人是我带来的，我必须把他们带到安全的地方去。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的穷苦弟兄们被当成叛军，被红军消灭。因为柳双儿，我只能确保不伤害你。真妹子，如果你把队伍带走了，这事情会非常非常严重的。笑话！我真妹子到哪儿都会打土豪，打白狗子。真妹子，你这么走了，我怎么跟林峰军长交代啊？
我希望我能有回来解释和接受处罚的机会。弟兄们，快！天亮前必须摆脱红军的追击。进了山，老子就什么都不怕了！快，给我跟上！快，走老！后边的，快点！哎呀，他娘的！老三老五，夫人跟上来了。这可不是啥好事啊！多一点事儿，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啊！看着吧，早晚找个机会，我来收拾咱们兄弟。哎呀！三哥、四哥，你们快走吧，别掉了队啊！快走！嫂夫人，满以为摆得脱你，弟兄们露个逍遥。哼，休怪老五我无情了。林军长，这妹子呢？黑风洞的队伍呢？他们逃进山里了。跑了？他们为什么要跑？他们那些当家的拒绝接受集中教育，还扣押了我，并同保卫部执法队交了火。来晚了。林局长，夏部长说，他们是一伙十足的土匪，是混进我们苏区的异端分子，必须消灭，百会影响。反动派也骂我们是匪。我们红军绝不能火拼一支穷苦人的武装，让反动派看笑话。停止追击。可是林局长，您的这个命令跟保卫部的决定是相悖的呀。我早就提醒过你们，这妹子黑风洞呼啸江湖多年，对我们苏区的情况并不了解。可是你们简单粗暴的将他们当成异端分子对待，已经铸成了大错。如果现在继续追击下去，只能是火拼的后果，造成重大的伤亡。停止追击，让他们走。可是，孙岩，你再敢追击下去，我就先毙了你！让队伍撤回去。老子辛苦了几年的家底儿，这次差点被红军一锅给端了。这也不是当初劝咱们投奔红军时的景象啊！嘿，弟兄们本不愿来，非要让着来，结果咋样了？你是不是还不放心啊？为什么要放了那个姓宋的？一群男人，光咱们一个女人管求用，要骂呀，连咱们一起骂。首先骂你这个当老大的，这么些年，你还有没有点爷们儿气儿？再骂咱们这帮汉子，在个女人面前，还有没有点男人味儿啊？这黑风洞可是弟兄们的黑风洞，你是不是该考虑考虑弟兄们的委屈啊？孩子，你醒醒啊！儿子，你他妈怎么看的儿子？我儿子怎么了？啊！把儿子还给我！你还给我！你还给我！儿子，还给我！
弟兄们快看呐，弟兄们！红军火并老子们，杀了老大和少夫人的孩子，这他娘的是天大的血仇啊！弟兄们！报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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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老子娘给我听好了！也包括你这个臭女人，今后谁要跟老子再提红军，谁要再提红军的好，老子就扒了他的皮，抽了他的筋，把他打入18层地狱！娘啊，孩子的名字我和双儿都起好了。哟，那快说啊，说给我们这些姊妹们听听啊。秦阳，怎么样？秦阳，哎呀，挺好的。好，星儿出生是在早晨，是太阳升起的时间，按命相算，该是堡主大宅，是磐石堡的艳阳天。正是此意。哎呀，你们说好就好啊！这文绉绉的，我老太婆也听不懂。我只求老天保佑我这大孙子长命百岁。哎呀，来来来，给我大孙子戴上这长命锁。哦哦，哎，好了好了，好嘞，真好看呐！哎呀，我这大孙子真好看呐，是不是呀？终于又回到上清江了。夫人心力憔悴，大病一场，这一路数百里，真让弟兄们担心呐。鹿死了鹿埋，狗死了狗埋，喂了狗，脑壳入棺材，偏偏我这人命还硬。夫人的气概，无不令兄弟们感动啊！夫人大难，日后定会振兴山寨，必是大富大贵之人呐！爷几个又回来了，有自己的地方好啊！哎。不容易呀，我们回来了，弟兄们，收拾洞子，咱们重新开张。快走！几位当家的，别来无恙啊！相副官，你个龟儿子敢暗算老子！擒贼擒王，看来几个当家的都到齐了哈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不是，不好了，有埋伏，有黑狗子，不是，是保安团，满洞子都是。大家准备战斗！你想干啥？这半天，我的为首都成了老子的俘虏了，快让你的手下交枪投降！小子，我看是瞎了你的狗眼。我告诉你，老子的夫人就在洞口，她的本领你是领教过，你去问问，让我们交枪，夫人答不答应？他又回来了，姓向的，你小子不要忘了，你和你的主子方七佛可欠着他的账，他岂有不讨之理啊！哼，白狗子们，我活剥了你！
王爷和夫人说。哎，夫人，哎，夫人你还是缴枪吧，男人和几个当家的可都在我相府的手里啊。相府官，应该缴枪的是你吧？你也不看看，还能走出这黑风洞吗？我在封闭黑风垭口，还有什么人能够救你的狗命？夫人，当真敢用你男人和几个当家的命跟保安团赌啊？你太小看我的男人和我几个当家的了。大当家的，保安团的探子一路尾随大当家的队伍，方司令便算定大当家的必回黑风洞。可是方司令却无意灭了大当家的和黑风洞的弟兄们。那你小子为什么暗算我？你小子，给我说！别动！哎，把枪放下。老五，哎，好，别生气。别生气啊！哎，大当家的，向我设伏，实属无奈呀。为的就是想让大当家的好好的坐下来接受招安。红军容不得你们，你们已经走投无路。可是方司令却不然，方司令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接受招安。弟兄们可以拿着赏金回去过安稳的日子，也可以编入我三江保安司令部的麾下。神神气气的享受官军待遇啊！说完了吗？啊，老大，若真的是为了招安，可以考虑考虑啊。哼，老大，红军既然都不容俺们了，俺们何苦再图保安团火拼啊？条条大路通青天，只要弟兄们能够安身立命，再不受苦，哎，那不就是黑风洞取义的最大愿望吗？老三说的对，老大，如果他们是诚意，我们就接受招安。哎，大哥，你得赶快去支持嫂夫人，别让咱兄弟几个成了屈死鬼啊！姓向的。我问你，你说的话算不算数？哎，算数，绝对算数啊！要是上次大当家的和弟兄们接受了招安，何至于今天的磨难呢？啊，对不对？好。没事。夫人，干得好啊！也是救了咱黑风洞的命。幸运啊，这老天也照应了一回穷人。哎，夫人，这幸运的事还没完呢，赶紧让弟兄们撤围。放心，保安团不会难为弟兄的。他们不会为难我们，可是我倒想为难他们。啥？夫人，什么意思啊？他们自动找上门的，要想下山呢，就必须把枪给我留下。夫人，你糊涂啊！我和弟兄们都在人家手上攥着呢。你忘了上次，在方七佛那儿，你不也是拿着枪顶着方七佛的脑袋，才让保安团撤了围，弟兄们才保住命的吗？这半天，在我眼里，你不应该是方七佛，你应该是条汉子。少废话！弟兄们跟着你投了红军，不差点闹得家破人亡。现在保安团给弟兄们一条生路，你凭什么拦着？红军不欺负穷人，可是保安团让穷人没法活，包括你这半天在内，黑风洞的都是穷人，你这笔账你算不清楚吗？别说了，反了！别忘了，我才是黑风洞大当家的，我现在还是你男人。弟兄们，下长枪！
田长所，当着保安团的面，你在弟兄们面前还有个样吗？别干废话，他们不缴枪，我就困死他们！你臭娘们儿，我放不过你！你给我等着，我放不过你，放不过你！你给我等着！乖着。杜鹃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姐姐，堡主，秦管家在大堂候着，有事儿要报。行，我知道了。赶紧忙你们的大事儿去吧，我这孙娃子有我照顾着就行了，不用你们跟着瞎操心。快去吧。娘，你小心点啊！黑风洞的土匪突然回到了黑风崖。他们不是投了红军吗？是啊，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回来了。还有个情况，在他们回来之前，保安团的一支队伍偷偷开进了黑风崖，要招安他们。这不可能，只要有真妹子在，黑风洞就不会轻易接受保安团的招安。这最有可能的，就是保安团要伏击消灭他们。我们要参与吗？不管我们跟真妹子和黑风洞有着什么样的恩怨，但是都不能让保安团得逞。夫人，堡主，上次因为招安的事儿，我们已经暗中帮助了黑风洞一党，袭击了保安团，引起了保安团的怀疑。要这回还是如此，磐石堡同保安团势必会翻脸对立的。少武，共同对付保安团，是目前维护我们姐妹关系最后的底线。大帅，集合自卫队，遵守姐姐的命令。二中队已经把黑风垭口给封了，天兵天将也打不过来了。干得好，我们赢定了，就等着他们出来把枪交给我们。姐姐，这可是好一大笔枪啊！如果真给缴了，也赏马凳子一支呗。我上山这么多年了，也没有一把枪。怎么着，姐姐这把猎枪不趁手啊？不是，这把枪可是山规，只有关键的时候才能用。再说了，如果马凳子真的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枪，那不也可以保护姐姐吗？好，相府关那把枪就归你了。真的，这可是短枪哎，只有当家的才能使。姐姐偏要赏你。不好了，夫人，夫人不好了，不好了！黑风垭外来了一支队伍，保安团的元首？不是，是磐石堡的队伍，被二中队的挡在了垭口外。磐石堡的少保守夫人指明要见夫人呢。马凳子，给我看好了，洞里的人要敢出来，都给我往死里打！放心吧，姐姐。甄姐姐，你来干什么？你该不会是想趁火打劫，为磐石堡寻仇吧？姐姐怎么就不认为我是来援手的呢？我不需要，我还不至于让你们土豪家的队伍来帮我的忙。看姐姐还这么威风，我就放心了。不过既然来了，就是客人呢。这俗话说得好啊，伸手不打笑脸人。姐姐，你不请我进去跟你说说话？放心吧，我一个人去。姐姐不是投奔红军苏区了吗？怎么突然又跑？
你突然又跑回来了呢？到哪儿都大富豪啊？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？姐姐愿意跟我说一说吗？我见到了李红和宋岩。军长还活着。宋岩怎么会在苏区呢？不知道。姐姐，你别卖关子了，你赶紧跟我说说他们的情况吧。暮雪还是惊雷，梅花不怕风吹，熬过冰雪的疲惫，等待春暖的珍贵。前方挡住了谁？目光没有后退，战火走出的姐妹，越过生命的堡垒。狼烟中的玫瑰，穿过迷雾不能后退，经过不让虚美，谁说只会流泪？信仰也有是非，只是我无法奉陪，千山遇上万水，眼中还有热爱，还有热爱。狼烟中的玫瑰，穿过迷雾不能后退，经过不让虚美，谁说只会流泪？信仰也有是非，只是我无法奉陪，千山遇上